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2.29，收盘价是199.4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1.78，最低价是在19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1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41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向上突破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。突破各条均线值，并且呢，一度是站上了200关口，然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，那么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呢，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我们也会观察到它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线形，收盘过前高，重回5日均线值上方，并且成交量增，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是要继续上涨。对，那么我们之前的视讯当中曾经提到过，目前股价向上突破上方是200关口，向下跌破是189，也就是这个区域是目前股价的横盘的一个区域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就是在一个向上的突破中，然后收盘价呢，我们会看到又回到200关口的下方。那如果我们这样说，股价如果不继续向上突破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突破200关口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在189到200关口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5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91附近。实际在2月26日收盘价是在199.40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性质也有所不同。因为实际我们预测的反弹收盘价是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且呢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，对，有可能在上方，有可能在下方。但是呢，当日的实际的收盘价是不仅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也站上了前高。所以在收盘价点位的性质有所不同，但是我们预测的反弹的走势和实际的发生是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最低会在192附近，上方最高是测试了200关口，只是我们预测呢上方会有很大的压力而收回，实际
我们会看到虽然留有上影线，但是收盘价依然是在高位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来解读，这是股价要继续反弹的信号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2月27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3不变，就是前高，站上它的目的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来继续自2024年2月5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那在站上203之前啊，我们说200关口和这根 K 线的最高啊，将是股价继续反弹的一个比较强的压力。或者我们说，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200到189这个横盘区域上限200依然是一个强压力，因为目前啊收盘价并没有突破这个横盘区域，所以这个位置200关口将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一旦股价突破压力，能够站上第一个目标203之后，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18，然后是241。那这两个位置啊，都是股价上行的压力位。那股价一旦说我们说站上203之后，继续目前多头趋势，那它的真正的目标就是前高，也就是上方的265，也就是股价我们会看到这一波下行之后，一旦建立多头趋势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收复这一波的下跌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之前视讯都提到过，就是如果股价在这样的一个多头继续上行，在到达265之前啊，这条下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都会成为股价的强压力。我们会看到之前有1、2、3、4有4次股价接近到这个位置，都是出现了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一个说明。那目前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203这个目标依照现在这样的走势呢，股价很有可能就是说要回补这个缺口了。对，然后呢再选择是继续向上，还是说回档转为下行。所以股价到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应该至少目前股价的这一波反弹会回补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82虽然这根 K 线可以称为目前股价的前低但是现在还没有突破上面的高点，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依然先把它设成是一个不是目标位，是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82前低。那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个189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同时20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的这个20日均线现在已经是方向也已经是转折向上，在2月27日20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2之间。那这个位置和189都会成为股价出现回档后的一个两个强支撑。对，好，182如果被跌破，那也就是瓦解了目前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75，跌破175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这样一来，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，我们会看到跌破这个位置，那接下来目标一定是152。那奔向152就是要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2月27日盘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191，也就是我们关注
20均线值。因为这根小的红 K 啊是出现了反转向下，那我们关注次日这20均线值是不是能支撑住这股价。那实际的走势我们会看到它是高开盘，根本就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它是收高的那么到了2月27日盘中，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195，我们先调整这条水平线到195。195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也就是如果在2月27日盘中股价出现了低开盘，然后盘中出现回档，那么只要在盘中不低于195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，甚至至少会在这个区域内横盘。对，但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之后，在盘中是在195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会去测试20均线值而收低。对，那么这根带有放量的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92，实际上也是当日新生成20均线值的上限它也将会成为一个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。当然下方还有189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关注盘中我们要关注195的缘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1月29日收盘价是在192附近，然后呢在2月9日收盘价或者2月10日盘前194有10%加仓，然后在2月15日这根绿 K 上方收盘价是在201附近有10%的加仓。那这个成本位呢是在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196，然后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82。好，那么到了2月26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上这个仓位依然是持有的。那到了2月26日的这个收盘价是在199.40这个位置。我们现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盘后时段，目前的股价是198.80这个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我们是要继续加仓的，应该是继续加仓10%。对，那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多头仓位就到达了35%。对，那它的成本价是在197附近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获利目标，那我们说只要高于成本位都是可以获利的。对，我们的已经现在我们加仓到35%实际上按照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技术上的操作规律，就是我们要加全仓。全仓我们指的是加到资金量的50%。对，然后加仓到50%呢，实际上应该就是已经是这个仓位一定是稳稳的获利了。那加仓到50%之后，我们的目标是加到全仓，也就是加到100%的资金量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距离全仓还有15%。那么应该已经是获利的仓位了。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对，也就是我们的目标，现在的目标不是说股价到达某个位置，而是我们争取先加到全仓，我们把仓位加到50%。只要是持续的加仓，那么股价一定是在多头的趋势当中。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加到满仓。那对于获利，就是只要高于仓位的成本价都是获利的也就是卖出点。这个我们不再给出获利的具体点位的目标了。对，因为它不是强反弹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个多头的仓位，目前我们要
手的止损位，我们之前给出的是手前低182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点位提升，也就是我们给出2个止损的，再给出一个止损的点位，就是说手189，因为啊，我们现在目前仓位越来越重，所以我们必须是要把止损位上移的。但是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依然可以守182。对，所以在2月26日加仓到35%的时候，成本价是在197，我们给出的第一个止损位就是189，我们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，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个，就是我们说了每一个加仓的位置啊，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再跟踪一个仓位，就是如果在201这个位置有5%初次建仓，那么我们一直给的守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守189。那到了2月26日，这5%的仓位也可以继续加仓10%。那也就是201有5%，然后199附近有10%。那这样的成本位，这个仓位的成本位呢，是在叫做199附近，对。也就200关口附近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守的止损位，我们是依然可以守189，守这根绿 K 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仓位的跟踪。好，那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那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02到上方的203，这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。也就是如果他不希望股价出现继续上涨呢，203一定是空头要坚守的位置，就是一旦出现头高啊，那一定会有一个增量的买盘，那么股价仍然会去向上，所以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03，然后他们的目标是下方的182，当然前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189，这是空头的要守的位置和他们的目标。好，所以说呢，目前我们再重复说明一下，就是之前多次提到的200和189，也就是这2根 K 线的它们的最高和最低之间形成的一个横盘区域，目前是股价要突破的，就是这个区域向上或向下突破，就决定了股价后续的走势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200和189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02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203到206这个缺口，虽然它们点位相接近，但是性质两个压力位的两个目标的性质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2个压力位区分开。然后第3个压力位就是218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呢，几个均线值是数值上是连接的，但是我们依然想把它们分开。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95到197，其中195是我们盘中要关注的位置啊。那它也是10日均线值的上限，也就是第二个支撑是从194
到195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那第3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191到192，其中前低也是192，所以这个位置是也是一个很强的支撑。然后第4个支撑位是下方的189，第5个支撑是18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是继续反弹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7.5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06，也就是没有完全回补这个缺口，也就是还会留下一点缺口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4.5附近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甚至是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0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9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2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关口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好，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样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？虽然我们认为如果出现回档，这个位置是可以支撑住股价的，但是我们在经过均线值测算的时候说，股价只有反转向下，在这根 K 线收盘在192附近，才有可能导致日后股价出现下行。那否则，如果不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，那我们认为那依然会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那股价会继续出现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在200关口和189之间进行横盘，对，而不会出现下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给出反转向下，就是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，才能开启日后股价的下行，否则股价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